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中加外交战，加农优再度成博弈棋子。星岛日报，加拿大日前驱逐中国外交官赵薇，中国实施反制措施，其后宣布驱逐驻上海总领馆领事甄议会，加中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冰点。有加拿大企业和农民担心，自孟晚舟事件后，中国在贸易上进行对加拿大报复，再次成为两国博弈的棋子。中国外交部在加拿大宣布驱逐中国外交官赵薇后，随即亦实施反制措施，宣布驱逐驻上海总领馆领事甄议会，并对加方加以谴责，并重申采取坚决反制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加方承担。不过，中方尚未说明详细报复措施。加拿大芥菜籽种植业正关注北京方面的反应，担心再次成为加中两国博弈牺牲品。加拿大芥菜籽生产商委员会主席 Roger Sherrow， 他在亚省 Killam 附近经营着一个农场，刚刚才度过了孟晚舟的禁令，现在又传来坏消息。他说，如果中国决定再次针对我们，这可能是个坏消息。在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请求，拘留孟晚舟后的几个月内，中国先是推迟加拿大芥菜籽的运输，然后又禁止了进口来自加拿大油菜籽。虽然当时官方的说法是对加拿大农作物被杂草和真菌污染产生担忧，但行内认为该禁令被视为对孟晚舟被捕的报复。不久之后，加拿大猪肉生产商也因停止向中国出口备受打击。加拿大对中国的其他农产品出口也遭受不同程度延误和中断，而且中国往往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中国对加拿大的芥菜籽禁令直到去年5月才解除。中国是加拿大芥菜籽的最大进口国。农业界担心，若中国真的选择再次针对加拿大的农业部门，面对加拿大高通胀和高利率的影响，将对农民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Shamroz 说，今年我们投入了非常昂贵的作物，化肥价格上涨，种子价格上涨，化学品价格上涨，碳税上涨，很多人不得不借钱种植这种作物。加拿大出口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兼副总裁伯克曼 Stuart Bergman 说，当政治局势变得紧张时，与贸易相关的报复总是有可能发生。对于那些出口销售额最高的地区变得特别脆弱。中国也有可能获得替代供应的地区，例如农业、金属矿石和林业产品。在中国解除对加拿大芥菜籽的3年禁令后，加拿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在2022年创下历史新高，接近287亿元。加拿大商业委员会主席黑特尔 Goldie Hyder 则呼吁渥太华与北京保持对话，指出在今年早些时候，中美双方对间谍气球一事反应激烈，但美国和中国双方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这不会对加拿大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加拿大前贸易官员沃尔夫 Robert Wolf 则表示，双方都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希望运气好的话，就到此为止吧。他认为，此事与中国在2018年孟晚舟被捕后采取的贸易相关行动时的情况不同。我希望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而不会演变成贸易报复。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越来越大。加拿大环球邮报，随着政府为分叉和自给自足做准备，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相关风险正在增加。Elliot Kwok-Lavin 与 Yaroslav 合伙人 Dennis Kwok 写道，包括 Capvision、Bail 与 Cole 和 Mintz 在内的出版物已经看到他们的北京和上海办事处被警方突击搜查。文章解释说，公众和国际分析师可以访问的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共数据和来源也已从中国互联网上消失。随着紧张局势加剧，台湾银行将中国风险敞口降至历史最低水准。彭博社，根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至3月底，台湾银行已将中国的贷款、投资和银行间交易减少至346亿美元，同比下降18%，为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敞口。数据显示，银行向中国市场扩张的西部战略已经逆转，投资总敞口降幅最大，同比下降28.3%。
台湾海外投资不包括中国大陆，在21年第一季度增长了240%，达到69亿美元。而台湾公司主要是制造商，在中国大陆的新投资下降了10%多一点。澳大利亚自2020年以来首次向中国出口铜。南华早报，根据澳大利亚贸易数据，澳大利亚1月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6050万澳元、4100万美元的铜矿石和金矿，这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第一个月出口。尽管这些货物尚未出现在中国海关数据中，但贸易人士认为，如果与北京的贸易谈判取得成功，铜矿石和金矿进口可能会恢复。与此同时，中国的铜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促使对原材料进口的需求增加。在彻底的改革中，阿里巴巴不再有首席技术官。南华早报，据多位消息人士和中国报道，据报道，阿里巴巴取消了其首席技术官 CTO 的职位，并在新的企业重组计划中拆分了该业务。重组后的公司将分为6个独立运营的小组，每个小组都向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报告。曾经服务于在线市场众多分支机构的 CTO 部门已被拆分并合并到现有的集群中，其中一些可以被爱诚科技收购。据说这一变化是阿里巴巴努力在业务中重新点燃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中国敦促大型国有企业成为自力更生的科技支柱。路透社，中国的目标是将一些国有巨头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先科技公司，并敦促国有企业 SOEs 在推动技术自力更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许多中国行业面临美国的出口管制，习近平总统强调需要技术自力更生，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使用。科技部表示，大型国有企业应加大科研投入，招聘更多人才，加强技术创新，深化与高校的联系。香港修订法律，限制外国律师在某些情况下。多伦多新报，香港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赋予香港领导人禁止海外律师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权利。该修正案是在被监禁的民主出版商黎智英选择伦敦律师之后提出的。这些变化意味着，通常不在香港执业的海外律师在向法院提交代表客户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申请之前，必须获得行政长官的许可。该市领导人只有在不与国家安全利益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会批准申请。中国计划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关系，印度将如何应对？南华早报，中国正在寻求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合作，因为两国都试图遏制印度。中国希望增加其在印度洋的存在，并可能通过武器销售和训练说明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现代化。印度洋的影响力对中国和印度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中国旨在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印度可能会反对北京与巴基斯坦的海军合作，巴基斯坦将其视为敌对竞争对手。香港中国内地旅行团数据显示旅客趋势和偏好。南华早报，根据旅游业管理局的统计数据，低成本的短期旅行推动了香港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复苏和内地游客的回归。报告显示，2月6日至5月7日期间，有9674个注册内地旅行团访问了香港，主要被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戏曲中心和西九文化区的新地标所吸引。虽然大多数人访问了1到2天，但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访问了澳门，只有2%的人留在了这座城市至少5天。关于抖音，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已经征求了那些使用为元祖跳动的 TikTok 应用程式，并以各种方式连接到他们的人的意见。Subnama Hashwari 是纽约时报报道 TikTok 的记者，他要求现任和前任员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TikTok 上的独特社区以及那些从该平台赚到意想不到的钱的人提供反馈。任何提交故事的人都将保持匿名，并可能被联系以获取后续问题。德国称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寻求澄清俄罗斯。多伦多新报，德国警告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系统性竞争日益激烈。一些人表示，现在是欧洲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时候了，并表示由于安全问题，这种关系应该不是脱钩，而是去风险。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呼吁中国称俄罗斯是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而法国外交部长凯撒琳·科隆纳 （Catherine Colonna） 则警告不要向俄罗斯运送中国武器。不情愿的批评者，中国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改变对妇女角色的立场。外交官，中国呼吁阿富汗改革其将妇女排除在教育和公共生活之外的政策，同时也敦促其对恐怖主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是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代表一起举行的小型峰会后发表上述评论的。该峰会旨在促进贸易并缓解边境紧张局势，因为巴基斯坦的袭击事件不断上升。
敦促塔利班任命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采取坚实的步骤和做出实际努力，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并与邻国发展良好关系。此外，还要融入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国试图将其“一带一路”倡议扩展到阿富汗，因此认为该国有必要解决反对中国控制新疆的分裂分子。在赞扬三边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同时，网易还敦促塔利班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铺平道路。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因中国审计被美国监管机构指责。金融时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CUB 发现毕马威和普华永道 PwC 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进行的审计存在多个缺陷。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支机构接受了根据去年年底与中国达成的协议进行的第一次检查。检察员检查了毕马威华镇和普华永道进行的审计。毕马威华镇审查的4项审计均存在问题，普华永道3/4的审计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PUB 负责监督全球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并承诺将来将扩大此类审查。新一轮的检查将包括审计公司，这些公司几乎涵盖了其余 60%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毕马威华镇和普华永道按市值审计了约 40% 的此类股票。宁夏全球葡萄酒闪电战以香港为出口基地。南华早报，中国宁夏地区的酒庄将香港视为在国际上推广其产品的一种手段。此前，习近平总统最近与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的外交期间使用了他们的葡萄酒。来自宁夏酒庄的50多人代表团参加了 Pro Wine Hong Kong 展会。宁夏产量占中国大陆 1.38亿瓶产量的近 40%， 竞争来自云南、山东和西藏的酒庄。Altair Group 的创始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成员 Paulo Pong 听一表示，该地区引起了全球关注，因为它的葡萄酒丰富、华丽、美味。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6度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中国简报，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中国简报。